我是侯府里的家生子，从我懂事起就在大少爷院里伺候了。府里默认的规矩，我们都是放在少爷身边的通房丫鬟。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叫碧华的，她心气高，总是和我不一样。莲华，你听说了吗？夫人预备给少爷选通房丫鬟了。这是夫人做主的，由不得我们。莲华，你去跟夫人说，我笨手笨脚，不如你伺候的周到，这样以后说不定你就是姨太太了，好不好？莲华，你就没想过以后吗？以后？以后不就是好好伺候少爷吗？伺候？怎么伺候？开了脸，做个姨娘，生个孩子，孩子还是主子，自己一辈子是个半奴半主的妾，做妾有什么不好？锦衣玉食，穿金戴银，生了孩子就是府里的少爷小姐，不用再为奴为婢。这日子外头多少正经娘子想过都过不上。不好，我才不要和人争抢一个男人，我不要我的孩子叫我姨娘，我要出去，哪怕嫁个庄稼汉吃糠咽菜，我也是正头夫妻，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，我的孩子叫我娘，那才是自由自在的日子。自由？你又从哪里听来的这些怪词？咱们的命是府里给的，本分就是伺候主子，主子给什么咱们就受着什么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你真是榆木脑袋，人活着就不能有点自己的念想吗？念想多了，苦的是自己。我觉得现在挺好。我总要给自己做一番打算。少爷大了，房里该放人了。你们俩都是夫人精心挑出来的，懂规矩，知底细。谁先来伺候少爷，夫人心里自有计算，都警醒着点儿。莲华，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，我不想去，我不想。这是主子恩典，由得我们想不想。你去，莲华，你一向安分，你觉得这样好，你去跟夫人说，我笨手笨脚，不如你伺候的周到，这样说不定以后你就是姨太太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该去给少爷送茶了。莲华，今晚你去少爷房里上夜，机灵点儿。是。这条路我走通了。自那夜后，我的身份就不同了。虽然名分上还是丫鬟，但院子里的人都对我客气了不少。少爷待我确实有些不同，他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，但偶尔会看我一眼。碧华被调去了外屋，尽量避着少爷，他倒是如愿了，但我看得出嬷嬷对他很不满。听说了吗？那是少爷第一个女人。等少奶奶进门安顿好了，抬姨娘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母亲那边我已经说过了，等少夫人进门安顿好了，就正式给你名分。你先搬到听兰院去住着，那里清静，离主院也近。听兰院虽小，却是个独立的院落，不再是挤在下人房里。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谢少爷恩典。
恭喜你了，莲华，总算如你的意了。你也快了，嬷嬷不是正在给你说人家？嬷嬷说，他家小儿子到了年纪，看着我是个稳妥的。我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不是吗？从今晚起，很多东西都会不一样了。进吧，少夫人在里头呢。奴婢莲华给少夫人请安。起来吧，早就听过你了，以后安心伺候少爷，谨守本分就好。这套头面赏你了，往后都是一家人，不必拘束。做工精细，宝石闪亮，少夫人看起来确实是个大方宽和的人，这心里总算没有那么不安了。少夫人从未为难过我，份力只多不少，我渐渐安心了，觉得日子大概就会这样过下去。姨奶奶是有了，我心里乱得很，正犹豫着该怎么开口告诉少爷。赏，全府上下赏3个月月钱。恭喜少夫人有喜！少爷，妾身也有了。好，双喜临门，这真是大好事。你只管好好养着，需要什么直接跟少夫人说，或者直接来问我。她看起来是高兴的，但我能感觉到这高兴和听到少夫人有孕时的那种喜悦是不一样的。少夫人说，姨娘有了身子是大喜事，让姨娘好好保养，为少爷开枝散叶是大功一件，替我谢过少夫人。儿媳想着，是不是该给少爷纳一房良妾，总不能委屈了少爷。不必了，母亲，现在府里2个有孕的已是忙乱，何必再添人？儿子暂时无心于此。也罢，就依你。柳氏，你贤惠大度，我是知道的。少爷拒绝了。怀胎10月，日子说快也快，说慢也慢。生了，是个健壮的小公子。这是我鄱阳公府的嫡孙，好，就叫明哥。夫人，再用些力气，就快好了。是个女儿，女儿也好，安稳。好好休息。
分力内的赏赐都有，但和主院那边的风光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我早该知道会是这个结果的。都说少夫人命好，一举得男，地位是真稳了。少爷现在天天守在那边，把那小公子宝贝的跟什么似的。对了，莲华，你还记得碧华吗？记得，他不是嫁了嬷嬷的小儿子吗？他没了，都快1年了。没了？什么意思？难产死的，听说孩子实在太大，怎么都生不下来，整整折腾了2天2夜，血水一盆一盆的往外端，最后一尸2命。你是没见着，抬出来的时候盖着的白布都被染透了，惨着呢。怎么会这样？唉，说到底也是命。她嫁过去后，日子过得远没她想的那么顺心。她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个东西，在门房当差就爱喝2口，喝醉了回屋就对她拳打脚踢。再加上她婆婆又是嬷嬷那个性子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碧华心气又高，2人天天掐。可怜她当初拼了命想出去过好日子，结果就落得这么个下场。碧华死了，那个整天说着自由平等，宁死也不想做妾，只想做明媒正娶正头娘子的碧华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在了一个醉汉手里。那她男人呢？哼，还能怎样？老婆死了，他日子就不过了。前几个月那家里就吹吹打打又续娶了，娶的是咱们府里针线房的那个秋花。你看这男人啊，没了谁他都一样活，指不定还活得更滋润。到头来苦的只有咱们女人罢了。碧华，你当初说哪怕吃糠咽菜也要做正头夫妻，可如今你拼尽全力想逃出的火坑，我在这儿活得好端端的。你看，我有遮风避雨的屋子，有锦衣玉食的供奉，还有了我的女儿。碧华，你告诉我，做妾到底有什么不好呢？模样倒还算周正，咱们博阳公府的子嗣断没有受委屈的道理。去，把那对赤金打底的银镯子拿来，赏了。谢夫人隆恩。快抱过来让我瞧瞧，这孩子满月了，瞧着倒是个乖巧懂事的。这几日吃奶可还顺畅？晚上闹腾的厉害吗？你一个人带着，若有不周全的，尽管来跟我说。劳少夫人挂心，这孩子心疼妾身，倒是个不爱哭闹的性子。去，把那匹头等供奉的江南细棉布取来。是。那料子最是贴肤，拿回去给元儿多缝几身小衣裳，别让粗料子磨坏了皮肤。多谢夫人。这就是生了小姐那位，少夫人竟也待她这般客气。
听说了吗？老爷被御史台盯上了，说是前几年在江浙那边的陈年旧案。疯了你！这种话也敢在园子里乱说？没瞧见少爷这2日眉头都能拧出水了。少爷，这参茶是妾身特意叮嘱厨房煨的，最是安神。看您这些日子下朝回来，总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可是前头出了什么大难事？朝堂上的事儿风云诡谲，这一波怕是冲着咱家祖上的根基来的。少爷是全家的顶梁柱，外头天大的风雨，总归有少爷撑着。若是少爷累了，这庭兰院永远是安稳的。朝堂上那些尔虞我诈，不过是一点难缠的公务。跟你说了，你这种深宅妇人也不懂。妾身确实是个没见识的，不懂那些家国大事。但妾身在府里这些年，只知道少爷是文曲星下凡，就没您办不成的事儿。既然回来了，那些糟心事儿就先搁在一边。少爷累了，歇歇吧。莲华，无论外头闹成什么样，你总是这样安安静静的，不争也不抢，倒让人心里踏实。你有空多去母亲和柳氏那边走动走动，尤其是主院，多陪他们说说话，解解闷儿也好。少夫人病了，妾身白日去主务院请安，见她气色还可，并未听说要请太医啊。行了，你有这份孝心在这戳着就成，我也没力气跟你拉家常，退下吧。妾身告退，夫人好生将养。舅老爷那边催得死紧，这笔银子若是对不上，柳家这次就真的悬了。夫人慎言，隔江有耳。给少夫人请安。刚才听着屋里热闹，可是有什么喜事？哪有什么喜事，不过是商量些家务琐事罢了。莲姨娘这几日倒是跑得比谁都勤，天天往我这儿钻。怎么？可是你那庭兰院住着太冷清，冷得你待不住了？少夫人可真是冤枉妾身了。是元儿还小，妾身这种奴婢出身的，见识浅，手脚笨，哪懂得怎么带孩子？总怕一个不留神给带歪了。妾身厚着脸皮来，就是想多听听夫人和您的教诲，多看看您是怎么理事，怎么教导民歌的。妾身啊，是来偷师学艺的。你有这心倒是不错。罢了，我这儿正忙，你且去偏厅陪民哥坐会儿吧。是，妾身告退。喂，你听说了吗？前头老爷受难的事儿，好像因为柳家那边说是跟少夫人的亲舅舅扯上大关系了。嘘，你小声点儿，谁知道上头怎么查呢？只听说少爷最近在书房压力大的整夜不睡。唉，这要是真定下罪来，咱们公府会不会像隔壁侯府那样，全家被抄了去？原来竟是这样，老爷的泼天大祸根源就在柳家。
怪不得少爷那天说夫人身体不爽利落，又非要我去主院走动走动。他分明是拿我当眼线，他不方便直接查问自己的正妻，就让我这个不起眼的姨娘去打头阵，去探听柳氏的虚实。柳家在背后逼少爷，若是少爷扛不住，整个李家就是柳家的替死鬼。覆巢之下无完蛋，真到了那一天，我们母女二人只能等死。是该装作什么都没听到，守着这个要命的秘密烂在肚子里，还是把这消息告诉少爷？可那毕竟是他的发妻，他真的会信我吗？您回来了。这几日让你去母亲和夫人那儿走动，可听到什么趣事没有？先带元儿下去歇息吧，夜深了。少爷，妾身在夫人那儿听到一些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妾近日去少夫人那里请安，偶尔听到少夫人和贴身嬷嬷在里间提及舅老爷，话里话外似乎是那边急需一笔很大的银子。妾愚钝，朝堂上的事听不懂具体，只是见少夫人这几日愁云惨淡、忧心忡忡的厉害。还有，昨日在花园假山后，妾无意间听到两个小丫头嘀咕，说前头老爷被弹劾的事，可能和刘家舅老爷有些说不清的关系。妾多嘴妄言，自知身份卑微，不该非议主母，请少爷责罚。莲华，你这次立了大功，但记住，这件事必须给我烂在肚子里。妾明白，妾死也不敢乱说。听说了吗？少夫人又说心口疼起不来了，连房门都不叫进。何止是少夫人，夫人那边的药也没断过。这府里怕是真要出大事了。柳家舅老爷革职查办了，他们和公款勾结上官，这可是要灭门的重罪啊！都出去！少爷平日最是斯文，今天这动静，少夫人怕是……莲华，你老实回我，那天你在柳氏屋里，当真听到了那些？回夫人，妾身那日去请安，见少夫人神色慌乱，正与嬷嬷提及舅老爷和银子的事。妾身是个奴婢出身，听了心里总觉得不安，生怕连累了公府，这才禀报了少爷。唉，好孩子，你是个心里有数的。这次多亏了你机警，否则咱们全家都要被蒙在鼓里。夫人说的是，少夫人虽说是心里苦，可瞒着少爷偷偷接近娘家，差点把公府也拖进水里，确实是糊涂了。好在如今水落石出，老爷的麻烦也快解决了。你放心，你的好我和昭儿都记着，往后谁也越不过你去。妾身不敢居功，只是尽了本分。
莲华姑娘，这是博阳宫吩咐送来的绸缎。有劳张妈妈了。莲华，你给我等着。姨娘，这院子里的花开了又谢，日子过得真快。想起当初和您一起进府的那位碧华姑娘，这都没了那么久了。你不提，我都快忘了她的样子了。她心气高，总想着外面那些自由平等的日子。可咱们这种人，命是府里的，我不懂什么大道理，我只知道，想在这深宅大院里活下去，为了我的元儿，就必须看清自己的位置，守住本分，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依靠。姨娘，爸。姨娘，咱们元儿这嗓音跟百灵鸟似的，听得人心都要化了。是啊，每次听到她这声音，我就觉得浑身舒坦，像被温水泡过一样，什么苦都值了。公夫总算挺过来了。听说老爷现在稳如泰山，少爷也成了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忙得脚不沾地。那是自然，柳家闹出那么大的丑，咱们府里还能全身而退，全是少爷的功劳。莲华给少夫人请安。莲姨娘，少夫人说了，她最近身子乏，正专心陪着明哥哥念书，请安就免了吧。是，妾身告退。柳家倒了，他也沉寂了，这样很好，各过各的日子，相安无事。夫人，这几处南房修缮的支出，妾身瞧着有些虚浮，已经打回去让工头重新核算了。莲华，你是个心里有数的，这府里的琐碎家务交给你，我最是放心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没那些邀功的虚礼。都是夫人抬举。转眼间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赵儿媳妇那身子骨也调养的差不多了，可这府里的子嗣到底还是单薄了些。我琢磨着，还是该再给昭儿纳一房妾室，所以多开枝散叶才好。放心，就算新人进了门，你跟昭儿最早又生了元儿，你的地位在这府里总归是不同的，谁也越不过你去。妾明白，一切但凭夫人和少爷做主，妾身绝无二话。少夫人到。母亲和莲姨娘都在呢，倒是我来得巧了。前几天家里来信，提到了家里一个远房表妹，知书达理，是不是可以接过来？哦，亲家倒是有心了，不过这纳妾的事儿倒也不急在一时，总要看昭儿自己的意思。况且要找也得找个真正安分、知根知底的才好，免得日后再闹出什么不体面的事，弄得家宅不宁。母亲说的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夫人，我先退下了。
母亲，我也先退下了。少夫人这是想借着娘家表妹的手，重新把手伸进后宅。可夫人经过上次柳家舅老爷探墨的事，哪还会再容忍柳家的人进来？莲姨娘近日倒是常得母亲欢心啊，连府里的账目都经了你的手，真是不简单。少夫人过誉了，是夫人慈爱，不嫌弃妾身愚笨，才让妾身打下手。碧华的事我听说了，年纪轻轻就落得个一尸两命，真是可惜了。是他没那个福气消受。他那样的人，一心想当什么正头娘子，结果却连命都丢在了外头。所以说，这人啊，终究是挣不过命的。安守本分才是真正的福气。莲姨娘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少夫人说的是，妾身一直记得自己的本分，从不敢忘。那就好。柳家那边还不死心，总想再塞人进来。夫人，您息怒。上次捅出那么大的篓子，差点带累全家，如今竟还有脸开口。夫人息怒，少夫人也是为了娘家。为了娘家就要拉着鄱阳公府陪葬吗？简直荒唐！夫人息怒，少夫人毕究是柳家出来的嫡女，这时候也是为了娘家着想。如今舅老爷倒了，柳家势弱，她自然想从族里接个表妹进来，也好稳一稳自己的位子。臂膀，我看她是想接个绞家精进来。上次柳家捅了多大的篓子，差点连累全家抄家，如今还有脸开口提这事儿？我看莲华就很好，安分守己，也知道轻重分寸。上次若不是他机警报信，咱们鄱阳公府……夫人，妾身来给您送新绣的抹额了。快进来，让我瞧瞧。正念叨你呢，这针脚当真细密，满府里就属你的手艺最得我的心。能得夫人喜欢，是莲华的福气。瞧瞧，这小嘴儿跟抹了蜜似的。母亲前2日是不是又提起纳妾的事了？子嗣是府里的大事，一切自然由夫人、少爷和少夫人做主。无论往后哪位妹妹进府，妾身都会恪守本分，和他们和睦相处，绝不叫少爷烦心。母亲似乎有意指让你以后多帮衬着管家。夫人慈爱，偶尔让妾身在旁边看几眼，已是妾身天大的福气了。妾身生性愚笨，只怕学不好，白白辜负了夫人的期望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喝药，喝了药就好了。太医，夫人都喝了3副药了，怎么这心口疼一点不见好？夫人这是忧思过度，气血瘀滞，非药时能骤然奏效啊。
柳氏这一病，我要看顾明哥儿，实在分身乏术。莲华，府里这些日常用度、仆妇差事，你先替我盯着。是，妾身定当尽心竭力，不敢出半分差错。莲姨娘，这是主院这个月的采买开支，您给签个字吧。少夫人病着要补身子，这燕窝的钱比往常多了30%，可耽误不得。夫人，这是本月的采买汇总。妾身瞧着近日天热，少夫人病情加重，胃口大概是不太好。主院那边燕窝用的比往常费了些，采买上的支出也随之多了30%。病着的人吃不进正餐，燕窝倒能吃得比往常还多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采买管事，少夫人病重，你竟敢偷懒耍滑！公府不养这种吃闲饭的，滚！少夫人安好，这段日子辛苦莲一人带我操劳家事了，如今我大好了，不敢再劳烦妹妹。为夫人分忧是妾身的福气，如今少夫人康复，妾身总算能松口气了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您太客气了。以后府里的事儿还要多多养教各位妈妈。瞧瞧，那院子还是不消停，变着法的收买人心。可有些人啊，到死都不明白，在这高城大院里拉帮结派，那是取货之道，忠心才比什么都重要。夫人教训的是，妾身只知道都是府里给我的，守好了本分，心里才踏实。你是个心里明白的。听说了吗？老爷被政敌弹劾了，翻出的竟是柳家舅老爷那桩陈年贪墨旧案。那旧案不是结了吗？怎么火又烧到咱们鄱阳公府头上了？说是咱们纵容包庇，还从中抽了血，这可是抄家的大罪啊！鄱阳公，请吧，回府闭门思过。查案期间，无旨不得擅离府邸半步。再去前头看看，公爷可有消息送回来。少夫人这是吓破胆了，毕竟这祸事还是柳家引来的。当初我就不该心软，柳家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如今被人拿住了几年前贪墨案的铁证，这是要拉着咱们全府陪葬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当初若不是为了明哥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父亲下大狱，看着这鄱阳公府被抄家吧？
莲花，若是府里这次真的过不去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少爷，这是什么话？妾身和元儿都是府里的，若真有那一天，妾身母女二人定当追随少爷和夫人，绝无二心。起来吧，我也只是随口一说。少夫人那边，你近日多加留意。她母亲柳夫人前日借着探病偷偷来过一趟，我总觉得心里不太安稳。少爷是担心少夫人会……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如今府里难保有人不会为了自保，背地里做出些什么事。妾身明白了，妾身定会替少爷把主院盯紧了。姨娘，那不是少夫人跟前的嬷嬷吗？这都禁足了，她怎么还往外跑？闭嘴，干你的活儿。他手里拿的什么？神神秘秘的。别声张，把看到的烂在肚子里。柳氏，你好，你好得很呐！鄱阳公府还没倒呢，你就这么急着给你娘家通风报信，撇清关系？说，这信里写的是什么啊？是不是打算把李家最后一点底细全都掏给你那个好母亲去？柳氏，我李家究竟哪里对不起你？明媒正娶，八抬大轿，你竟要做出这等事！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，要逼死你自己的夫君和还没成仙的孩子啊！这信里写的明明白白，你向娘家诉苦，暗示若鄱阳公府有个万一，看在你提前报信的份上，让柳家保住你和明哥。你把李家当成什么了？来人，即刻起将少夫人禁足正院，无令不得出。凡是柳家陪嫁来的人，全部关进柴房，严加审问。至于这个老货，拖下去重打30大板，直接送到人牙子那里。莲华，这府里以后就交给你了。府里如今正是生死关头，内宅绝不能再乱。听好了，一切开支用度，能省则省。下人里若有偷奸耍滑，在这时候乱嚼舌根妄议主子的，你直接撵出去，不必再来问我，
你全权处置。下去吧。妾身领命，只是这东西责任很重呀。这府里现在不缺荣耀，缺的是能守住门户的人。妾身明白。这月柴炭开支超了5成，谁拿了回扣，自己去账上补齐，否则直接打发出去。这些日子难为你了。夫人宽心，只要府里不乱，少爷在外头才能挺直腰保。鄱阳公管教不严，纵容殷勤，罚俸1年，留任夹查看。世子李昭即日起官复原职，钦此。有惊无险，这总算过去了。这管家权我虽收回来了，但府里的大事小情，你们先去回了莲姨娘，她点了头再来报我。是夫人。夫人抬举妾身了。你办事我最放心。元儿，瞧瞧，那位如今倒像个影子，当年的温婉光彩早没了，落得这步田地，怪谁呢？莲姨娘，瞧瞧这满园春色，如今你大权在握，少爷疼宠，女儿娇俏，你该痛心如意了吧？少夫人说笑了，妾身从未想过要称什么心如什么意，妾身尽好自己的本分就够了。本分？好一个本分！若不是你当初背地里告状，若不是妾身偶然发现那封信，此刻恐怕已经落在柳夫人，甚至是那些政敌的手里了。少夫人，您当时写信时，可曾想过，信一旦查到，整个鄱阳公府上下几百口人都得赔罪。您口口声声为了明哥，可您想过没有，李家若倒了，明哥即使被柳家保全，一辈子顶着罪臣之后的名声，他将来要如何自处，要如何在这世上抬头做人？我不懂那些大道理，妾身只知道，既然进了这李家的门，那就是李家的人。这种事您做了，深夜梦回时，当真能睡得安稳吗？后来少爷成了新的鄱阳公，柳氏空有正室之名，余生只剩青灯古佛。府里的实权都在我手里，而他再没纳过新人。娘，为什么别人家都有成群的弟弟妹妹，咱们家只有我一个？有元儿一个，娘这辈子就知足了。莲姨娘安好。姨娘，如今这公府里谁不知道，虽名分上少夫人是主，可内宅的一切都在您得您管着。往后啊，您的福气还长着呢。福气？说到底，我依然是个妾。这府里的令牌我能拿，少爷的宠爱我能占，
可李家的族谱上终究留不下我的名字。碧华，你当年说的对，终究是挨人一头的。哪怕穿着绫罗绸缎，也是个高级些的仆人，连死了都不能和公爷合葬。姨娘，您今儿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了一位故人，他拼尽全力去求自由和平等，最后连命都丢了，而我保住了命，活了下来，让我的女儿能安然长大。姨娘快看，这是我刚练好的字，女先生都夸我有技艺了。您瞧瞧我写的好不好？好，写得真好，这4个字得记在心里一辈子。瞧见没？如今老太君是万事不理了，只顾着抱孙子。柳氏那边更是连个响动都没有，这府里里里外外全看连姨娘一句话。这几处庄子的租金若是收不齐，直接按规矩办，不必再往上回。是，全凭姨娘决断。爹爹，这字我写的可好？女先生总说我太贪玩，不如哥哥坐得住。你这性子倒不像你娘那般沉静，反倒多了几分机灵。不过这读书习字可不能偷懒，将来爹爹还要考教你呢。我小心翼翼经营了20年，原以为这公府的权柄能护得女儿周全，可我没想到，在这深宅大院里，女儿还是会为夫婿发愁。这可是咱们公府的千金呐！哎呀，这都是些什么人家？这种破罗户也敢肖想咱们公府的千金？我知道，指望别人终究是不行的，哪怕是公爷和老太君，他们也有自己的顾虑和家族脸面，但我这个当娘的，绝不认命。这是你要的东西。我开始动用这些年积攒的所有人脉，不再死盯着这虚伪的京城，外放的官员，家风清正的乡绅，只要人品好，我都要查个底聊。姨娘，这位林边喜祖籍江南，父亲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，他本人性情最是温厚，一心只扑在学问上。他家境如此之好，怎会耽搁至今尚未娶妻？那是林边照有股子书生傲骨，非要寻个能红袖添香、情投意合的知音。家中议过几次亲，他都觉得没那份灵气，这才耽搁了。好，就是他了。哪怕费再大劲，这门亲我也要为元儿争过来。这林边属的文章，字里行间透着江南学子的清正与灵气，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子。妾身也听说，这位林大人人品极好，若能得公少提拔，想必也是他的福气。
公爷、老太君，林家那边说林大人自那日见了小姐的才情，便念念不忘。林家根基深厚，林边京前途无量，这亲事允了。去了林家，要收敛性子，孝顺公婆，手里要捏住管家的权，也得抓住夫君的心。做女人的，腰杆子得自己挺直了。姨娘，您后悔过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年选了做妾这条路。娘不后悔，这条路是娘当年自己选的。这些年有苦也有甜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既然选了，就得咬牙走下去，并且尽力走好。你还有一位碧华姨母，她当年选了和你娘完全不同的路，她追求自由和平等，可最终却什么都没得到。你要记住，这世道对女子从来苛刻，无论你选哪条路都不容易。嫁过去后，你是林家的媳妇，要孝敬公婆，体贴丈夫，更要谨守本分。但记住了，本分绝不是让你一味的忍让，你心里得有一杆秤，要知道什么该争，什么该守，手里更得有点实打实的东西，不管是那后世的嫁妆，还是管家的手腕，亦或是丈夫的敬重。有了这些，你的腰杆子才能挺直了，日子才能过得舒心。起轿！走吧，去走你的路。这鄱阳公府的深墙，娘替你守着。姨娘大喜的日子，快别落泪了。林家那是百里挑一的好人家，元儿往后只有抢福的。我不是伤心，我的女儿，她终究是走出了这重重深渊，走出了这困了我半辈子的鬼地方。那是属于她自己的人生，再也不必像我这样看人眼色过活了。姨娘，如今您在这府里说一不二，连明少爷见了都要客气3分，这辈子也算到头了。好什么？到头了？这辈子我到底得到了什么？你有安身立命的庭兰院，有这么体面的地位，更有姐儿这样如意的归宿啊！是啊，地位是有了，可那是如履薄冰换来的；自由是没了，可我至少活下来了。碧华追求自由，他死了；柳氏守着尊严，他残了。唯独我这个不知廉耻、只求安稳的妾，活到了今天，还送走了女儿。姨娘，天色暗了，子欣伤了眼睛，元儿出嫁了，您总算能松口气。松不了，这府里的风从来没停过。日子总还要过下去的。